采购经理这个位置，不给钱都有人抢着做。给你干，你还在这儿给我挑三拣四。既然老板觉得谁都能干，那谁爱做谁做。老板连续7年没有给我涨工资，今年更是全体员工普涨，唯独我一个人还是没有涨。既然你认为这采购经理谁都能干，那我就等着看你的好戏。哎呦，白经理，火气这么大！什么？采购部白经理和行政部张强互调岗位？张强早就找过老板好几次，拍着胸脯说他不要工资都能干，这不是赤裸裸的告诉老板他要吃回扣吗？老板居然信了。白经理，老板让我们交接一下，你看什么时候合适？张经理，采购部的事情比较多，很多物料的参数需要核对，我还需要整理一下。下个礼拜我们花时间交接，以免出差错。白经理不会是不想换到行政部吧？现在这个社会，拿着钱去买东西的部门还能有什么事情？能出什么差错？既然张经理这么说了，我随时可以。我给你大概写了采购流程和几个重要供应商的联系方式，以及目前在录的订单。你要是觉得交接没问题，签个字，我马上搬走。慢走，不送。行政部那点鸡毛蒜皮，正适合白经理你这种求稳的人。还是这个位置坐着舒服。老白，这日子没法过了。张强那小子太狠了，刚上任几天，直接把我们几个主打产品的物料供应商全换了。我听说了，他要求原供应商降价20%，还要分10%回扣给他，人家不干，他就取消订单。何止啊！他去找了几个不知道哪冒出来的手中作坊，价格是便宜了，可我们产品是出口欧洲的，质量要求多高你不知道吗？这种作坊的料怎么能用？降本增效嘛，价格下来了，老板肯定高兴。我去找过老板了，你猜老板怎么说？老板说能用就行，毕竟省了钱。真要是出了质量事故，背锅的还不是我们产品部和技术部？老板只看眼前利益，根本不懂供应链的稳定，比成本重要100倍。行吧，你在这躲清闲也好，我得去车间盯着那批破铜烂铁了。白经理，我刚听采购部的人说，张经理要把咱们的物业公司换回原材那家奇葩物业了。什么？换回那家保安推葬客户、保洁偷拿东西的物业？对啊，以前就是因为那家物业太烂，老板才让您重新找的。现在张强又给弄回来了。物业归他选，但具体管理归我们行政部。他把这烂摊子弄回来，摆明了是让我们难受。菲菲，从今天起，你做好对这家物业的严格考评，留下所有照片和记录，有什么不对劲，随时向我汇报。明白。老白，不仅是物业，张强把物流也给换了，换了一家听都没听过的小物流，我这心惊胆战的。老李说的对，咱们以前用的猎头公司、劳步偷险公司，统统被张强换成了他指定的野鸡公司，说是降本，谁知道里面有多少猫腻？短短几个礼拜，能换的差不多全换了。这小子做事效率真高。下一步是不是该考虑把老板也换了？各位，既然现在风向变了，大家就多留个心眼，保留好各自部门的交接邮件和审批记录。这个月的管理层会议，我要重点表扬一下张强，他调到采购处才1个多月，对供应商进行了全面优化，预计今年能给公司节省500万的成本。大家鼓掌。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是以前咱们某些领导啊不思进取，只顾着个人利益，牺牲了公司大把的利润。我只是把本来属于公司的钱拿了回来而已。1年就能抠出500万，这采购的油水也太大了吧？老白在这个位置上干了7年，你说他这几年得捞了多少啊？张强私下里都叫他白半亿，说他起码拿了公司半个亿的回扣。白半亿？张强这造谣的本事比他做业务强多了，但在500万的明面账面前，我连解释的资格都没有。老板甚至还专门为张强举行了庆祝仪式。老白啊，来喝一杯。老板，我开车，以茶代酒。老白，你这几年可以。老板，您有话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别的不说，你在采购部待了7年，我没给你加工资，你都没走。这点死工资对你来说算不了什么吧？老板，这7年来我兢兢业业，从来没有拿过自己不该拿的1分钱，我的底线经得起查。你觉得我会信吗？张强才接手1个月，今年就能少花500万，那你告诉我，去年这500万去哪儿了？来，小张，咱们再走一个。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看短期利益的老板，
配不上我的忠诚。老白，大瓜，绝对的惊天大瓜！张强这小子不仅胆子大，简直是疯了！怎么，手工作坊翻车了？比那刺激多了。我昨天去视察我们最大的那家新供应商，结果你猜怎么着？那老板对我爱答不理的。我私下一打听，张强居然跟人家开口要了一套房，他疯了吧？真敢拿！他没直接送全款，而是以张强的名义在城里买了套房，交了20万首付，然后用张强的名字贷了80万房贷，每个月2万的按揭，供应商老板来替他还。高啊！这等于是把张强彻底绑死在了他的战车上。只要张强持续给他下订单，他就持续还房贷。没错，这就叫互相拿捏。比起我这个虚无缥缈的白半亿，张强才是真正会玩的人。老白，我是真笑不出来了。这房贷一背，我们产品不就惨了？质量问题很严重，那叫灾难。我昨天去车间一看，连个像样的质量体系都没有。更离谱的是，我甚至看到有员工靠在精密设备旁边抽烟。这种级别的物料，如果用在出口欧洲的产品，一旦暴走，那是毁灭性的。你没跟老板汇报吗？汇报个屁！现在谁敢说张强半个不死？老板眼里只有那省下来的几百万。我算是看透了，只要不出事儿，就是张强的功劳。一旦产品出了质量事故，第一个拉出去祭天的背锅侠肯定是我。这一家提供房贷，下一家没准提供车子。兄弟，留好你所有的视察报告、整改建议邮件，千万别口头汇报，必须发邮件给老板和张强。风暴要来了，别让自己成了替死鬼，明白？都哑巴了，平时一个个不是挺能说的吗？最大的客户现场审查，你们猜查出了什么？张强和那个野鸡劳务公司勾结，把刚毕业的大学生骗进工厂当实习生。压榨劳工，这是客户不可触碰的高压红线。张强这次捅破天了。客户昨晚连夜发信暂停所有合作，我明天一早就得去当孙子求情。你们两个谁来给我个解释？吴总，这事真不能怪我，我只负责把劳务公司引荐进来，哪里知道张经理没把好关啊！张强，你放屁！他们一直拖延提供员工身份证复印件，我催了你多少次？你每次都说先让他们进厂干活，手续慢慢补。张经理，流程归流程，你没拿到身份证就放人进车间，这就是你的失职。我们公司可是按月把全额工资打给劳务公司的，是他们截留了学生的钱，这难道不是你这个引进人失察吗？够了，都别吵了。张静，人是你 HR 放进来，这个锅必须有人背。如果这个客户丢了，你自己递交辞呈走人吧。我回去收拾行李，祈祷吧你们。老白，那家劳务公司根本就是个草台班子，我早跟张强说过不能用，现在全成了我的错。张静，这叫卸磨杀驴。从他逼你换掉原来的正规劳务公司起，这个雷就埋下了。想自保，就把你和张强所有催办手续的聊天记录、邮件，还有付给劳务公司的财务流水，全部备份留好。这公司马上就要翻天了。几天后，因为那家黑心劳务公司，张静还是背锅走了。老白，张静就这么背锅走了，我这心里直发毛啊！怎么，你担心下个背锅的是你？能不担心吗？就张强找的那些手工作坊供应商，做出来零部件跟闹着玩似的。我天天去车间看着，生怕出大质量问题，到时候算谁的？没事儿，凡事往好处想，下一个倒霉的不一定是你，说不定是别人呢。早干嘛去了？50万的运费，这钱你掏吗？有情况，我出去看看热闹。张强这个王八蛋，纯的傻逼。别着急，喝口水慢慢说。货柜实在订不到就算了，现在航线那边刮台风，运费飞涨也是正常的。问题就在这儿，我早就把报价单给他了，让他提前订，他非得嫌贵，非要自己去找便宜的。老李，你这报价单太高了，里面水分不少吧？我随便出去问问，都比你这个便宜。张经理，现在航线马上要刮台风，能订到货柜就不错了。行了，这事儿你别管了，我自己找。他自己出去找了一圈，结果人家报价比我找的贵了1倍，他眼看没辙，又让我舔着脸回去找原来那个人，让人家按原价出。拉扯了几天？4、5天，就这么一耽误，这下好，短期内所有供货商都没货了。那货最后怎么发的？还能怎么发？吴总在欧洲急得跳脚，再不发货要罚货款的10%，还影响后续合作，最后只能走空运，100万的货值，运费干进去50万。张强，你是不是脑子里进水了？要是你在我跟前，我非得抽死你不可。你是想让欧洲客户彻底拉黑我们吗？这也怪不了我啊。再说了，你当年签合同为什么要签承担运费的条款？张强，你个傻逼！实习生的事儿怪张静，运费的事儿怪台风，反正他张强永远清白。实习生爆雷，物流爆雷，这一切只是个开始。老李，忍忍吧。
老白，看新闻没？那家劳务公司被一锅端了。看到了，张静这锅背的也是够冤的。你知道更搞笑的是什么吗？张强转头又把你以前用的那家正规劳务公司找回来了，脸皮之厚，令人叹为观止。欧洲客户那边取消了订单，好在没继续发酵。老白，凡事往好处想，最起码咱俩现在都没事。而且我今天来是有个大瓜给你吃，你吃不吃？哦，说来听听。你还记得那个给张强垫付房贷的供应商刘总吗？当然记得，拿劣质零件换张强按揭买房的那家吗？那套房子几个月时间，房价从100万跌到了70万。也就是说，张强要了一套房，现在不但没赚，反而成了负资产，倒欠银行10万。恶有恶报，这报应来的倒是真快。张强也是个狠人，他眼看亏本，居然跑去找刘总，要求把房子原价卖给刘总，100万卖回给人家。他这是想让刘总帮他还清80万贷款，自己还能白拿20万差价，可不是嘛？把人家当冤大头呢。老刘，这房子我也不要了，100万原价转给你，咱们这交情，你不会不帮这个忙吧？张总，你这算盘打得我在厂房里都听见了，里外里让我亏50多万，我1年利润才几个钱。老刘，你什么意思？以后的订单不想要了？刘总也不傻，这种靠利益建立起来的同盟，一旦触及利益，马上就会崩塌。是啊，张强现在是骑虎难下，真要是惹急了刘总，人家直接停止还房贷，他张强每个月2万块的房贷可就得自己掏腰包了。我倒是真想亲眼看看。张强听到要涨价10%时的脸色，瓜吃完了。但我现在更慌了，这俩货要是这么搞，劣质零件进场越来越多，下一个倒霉蛋不知道是谁。我真得做好提桶跑路的准备了。这倒不至于，老李和张静虽然倒了霉，但咱们不惹事儿就行。你一个搞行政的当然不慌，我可是产品经理，雷随时劈我头上。我坚信，张强这种作死的玩法，产品质量全面爆雷，只是时间问题。白经理，你要是对调岗有情绪，我能理解，但你不能拿公司的正常运营开玩笑吧？停电停产，老板，这消防设施的换新申请我早就……老板别生气，新的消防器材下午供应商就能送过来，明天就来复检，通过了就能立刻恢复生产。还是张经理靠谱，办事有效率。要不是张经理及时擦屁股，这停产的损失你担得起吗？罚款的5万块从行政部的工资里扣，你回去给我好好反思。白经理，我知道你收入受影响，心里不痛快，但咱们同事一场，以后有事多沟通，别总较劲，影响公司利益啊。恶人先告状，还给我扣了一顶大帽子，好手段。菲菲，消防器材的采购申请，咱们不是上个月就提交了吗？到底怎么回事？白经理，我早就提交给采购部了，但是张强一直卡着不批，非要让你亲自去向他澄清用途。我明白了，前几个月哪怕买2箱 A4 纸，买个插线板，张强都故意卡着让我去解释，他就是算准了我不想搭理他，故意把消防合同拖过期。消防供应商是他当年选的，他跟供应商串通一气，故意拖到检查爆雷，然后他再跳出来充好人。行了，菲菲，错不在你，别哭了。罚款不用扣下面人的，扣我自己的，分10个月，每个月扣5000。白经理就是大气，有钱啊。也对，毕竟您可是赫赫有名的白半亿嘛，区区5万算个啥？张强只是在公然警告我，以后的日子只会更难过。老白，你别太往心里去，老板也就是警告你一下，我倒是无所谓。不过最近准时交付率差得离谱，张强找的那些垃圾供应商，导致生产线天天断料，客户已经发了好几封索赔邮件了。照这么搞下去，吴总的面子在欧洲那边也快顶不住了，下一个倒大霉的恐怕就是吴总了。各位，这半年来我给公司降本增效，成绩大家有目共睹吧。当初我换了便宜的供应商，有人到处散播谣言，说质量会出大问题。现在半年了，出问题了吗？哼，我看啊，根本不是什么质量问题，而是我断了某些人的油水，动了某些人的蛋糕。我一向坚决支持踏实做事的人。张经理每年给公司省下500万真金白银，这是实打实的功劳。对于那些风言风语，绝不姑息。省钱是好事，但客户那边的抱怨已经越来越多了。我建议立刻换掉张强这批供应商。老吴啊，你不要杞人忧天，利润才是道理，这事儿就不要再提了。便宜了20%，还要给张强10%的回扣，没出问题，简直是奇迹。老白，说实话，我这心里也开始犯嘀咕了。你嘀咕什么？张强找的那些供应商真的坚持了半年都没问题，是不是咱们以前的要求真的太高了？老白，
外面传得沸沸扬扬的，说你这几年在采购位置上真的捞了半个亿。你脑子也进水了？我自己又不是没去过以前那些优质供应商的厂子，如果我真随便找个手工作坊买零部件，我怕我半夜睡不着觉。我这也是被现实搞得怀疑人生了嘛。可是老板现在完全不买账。听说了吗？咱们公司要出大变动了。白经理 ，HR 那边传出来的准信，张强要被正式提拔为副总了。副总？对，以后采购、物流、产品生产全归他管，合并成大供应链部门，市场和售后归吴总，老板自己抓技术。那行政部呢？行政部还归老板直管，不用汇报给张副总了。张强一旦当了副总，大权在握，想整我一个小小行政经理，简直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老白，你看看，这叫什么东西？这他妈是废铁吧？公差完全不对，张强天天跑去供应商当地的会所逍遥快活，出了不合格的产品，就让我去现场签字接收，我不签，他就拿副总的架子压我。老白，这次我是真的得提桶跑路了，我不想有一天因为产品爆炸进去蹲局子。跑什么跑？要不学我，一个月扣5000块工资，破财消灾。我哪有你白半亿这么厚的家底？任命文件正式下来了吗？还没。据说吴总在会议上坚决反对，死扛着不签字。老板那边还在犹豫。吴总是公司的2股东，也是目前唯一的副总，他当然不愿意看着张强上位，但是没用啊。张强找的那些便宜供应商早就开始叫他张副总了。这小子虽然狂，但绝对不敢无的放矢，肯定是老板私下里给他透了底。吴总扛不了多久了，现在公司上下有哪个经理还敢惹张强？这副总的位子他已经是稳坐钓鱼台了。张强上位，劣质物料泛滥，我已经闻到了公司即将倒闭的焦糊味了。暴风雨前的宁静已经彻底结束，张强的狂妄已经达到了顶峰，而公司即将为这份狂妄付出惨痛的代价。一大早被叫来，果然没好事，看来是产品问题爆了。张强，你看看你搞的什么烂摊子！老板，这不能全怪我啊！谁知道他们会生产出这种残次品？张经理，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我们组装过程没有任何问题，技术部分析过了，是供应商用的材质不合格，寿命直接缩水10倍。我马上叫供应商过来承担损失。当务之急是快速找到合格的替换零件，不然索赔金额还会增加。只要零件到了，我马上安排加班加点出货。白经理，你熟悉产品，马上联系以前的供应商，看能不能最快速度恢复生产。吴总，我已经了解过了，王总那边没问题，但因为周期紧，要求价格上浮10%作为加急费用。不过这个事情还需要老板和吴总定夺，毕竟采购部的事情，我作为一个行政经理也不好过多干涉。白经理，这个产品的采购暂时由你来负责，务必让供应商今天开始生产。就先这么办。好的，老板。王总，是我，小白。小白？哪个小白？哦，那个说走就走、招呼都不打的白大经理啊！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王总，您看您这话说的，当初是公司人事变动，身不由己，今天是有急事想请您帮忙。帮忙？你把我当什么了？当初那个姓张的趾高气扬终止合作，现在出事了想起来找我，晚了。王总，您听我说，情况紧急。没空，别再打了。怎么样？王总那边订单满了，抽不出产能。哎呦，白经理，我还以为你多大能耐呢，人走茶凉，人家凭什么给你面子？老板，靠老关系不行，我认识几个朋友，保证能供货，价格还便宜。你还嫌坑的不够惨吗？想让我帮忙可以，除非之前把我换掉的那个人亲自登门道歉。王总那边给了答复，他可以不计一切代价帮我们恢复生产。这不可能，但是他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钱吗？王总说钱一分不要，他只要当初把他换掉的那个人亲自登门给他赔礼道歉。他算个什么东西？这是赤裸裸的羞辱！老板，这是敲诈！我当初是为公司降本增效，凭什么让我去道歉？我没错，我绝不可能去。他这是公报私仇，
我们要是低头，以后公司的脸面还要不要了？脸面？现在每天违约金几十万，工厂停产一天损失上百万，再过1星期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到了那时候，你所谓的脸值几个钱？吴总，我们可以找别的供应商。你还要把公司往火坑里推几次？既然张经理觉得违约，认为自己代表的是公司，那为了公司的存亡，这个欠老板您亲自去如何？如什么？老板，吴总，我们现在来算一笔账，客户索赔3000万，工厂停产一天损失100万。客户给的最后期限是3天，我们只剩下不到72个小时。老板，亲自去见王总，这并不是道歉，而是一种姿态，一种千金买马骨的姿态。姿态？对。当欧洲客户知道最高决策者不惜亲自登门拜访被误解的优秀供应商时，他们会看到我们的诚意和担当。这不仅不是耻辱，反而是绝佳的危机公关，处理得好，甚至会传为您礼贤下士的美谈。好，我去。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如果谈不下来，你们两个都给我滚蛋！王总，好久不见。是啊，白经理，怎么今天有空来我这小地方喝茶？王总，今天来是专程为之前的事情道歉的。王总，之前是我们决策失误，我代表公司向你表示歉意。看在白经理的面子上，过去的事就算了。不过想让我恢复生产，有3个条件：第一，物料单价上20%补我的停线损失；第二，必须支付全额货款；第三，加急单不保证良品率，出了问题我们不负责。你全款预付，简直是抢劫！老板，先别答应他，我找到了备用供应商，价格比原来还低10%。老板，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你说什么？再说一遍！老板，我早就觉得那个姓王的靠不住，肯定会趁火打劫，所以在你们去求他之前，我就在联系备用方案了。这家新厂不仅能马上供货，而且价格比我们原来的采购价还要低10%。低10%？好，太好了！白经理，你看看，什么叫能力？什么叫效率？你在采购部这么多年，怎么就没发现还有这么便宜的供应商？老板，这不合常理。现在所有原材料都在涨价，王总加价还有他停产线的理由。这家突然冒出来的工厂，凭什么能做到比原来还低？老板，事出反常必有妖，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2次。老板，白经理说的对，一家我们完全不了解的供应商，连最基本的审核程序都没走过，怎么能把关乎公司生死的订单交给他们？万一材料一次冲好，我们连最后3天的时间都浪费了。白经理，你什么意思啊？我辛辛苦苦为公司找解决方案，你倒好，上来就泼冷水。我看你就是还惦记着你那个姓王的老朋友吧？是不是他承诺给你什么好处了，你非要让公司挨宰？我只是就事论事。张经理，这家供应商叫什么名字？在哪里？质量体系是什么标准？这些你都了解吗？我这是紧急情况下的应急方案，总比某些人坐等被人家敲诈强。老板，白经理就是看不得我立功。别争了，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既然都有方案，那就用事实说话，兵分2路。明天你们两边各自带技术员去现场审核，1天时间，谁能带回切实可行的方案，就听谁的。如果我们在第3道工序这里增加一个质检节点，参差率可以压低到0.1%以下。工艺参数我们已经重新演算过了，只要稍微调整车间的排班，产能完全可以跟上。白经理，面子我给了，但生意归生意，你们这套方案确实挑不出毛病。王总，这不仅仅是生意，更是我们在为您，也为我们自己争取。白经理，我不是帮你，我是佩服你这股劲儿，就冲你们团队这个态度，这单我接了啊，哪怕亏钱我也认。王总，大恩不言谢。协议已签。
喂，哪位？白经理，救命啊！我们被扣下了。张强借口上厕所，人不见了。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工厂，这是个圈套。别慌，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技术部的刘经理呢？我们跟着张经理到了地方，根本就不是工厂，就是一个废弃的破仓库，里面只有几台生锈的旧机器。我们刚进去，门哐的一声就被人从外面锁上了。张经理说他肚子不舒服要去厕所，自己先出去了，再也没回来，电话也打不通。仓库里钻出来几个流里流气的社会人，手里拿着钢管，再他妈叫，信不信老子废了你！他们抢了刘经理的手机，把人扣下了，说我们是来骗技术的，要想走，公司必须立刻打100万诚意金到他们账上，不然就打断刘经理的腿。100万？这根本不是商业纠纷，这是张强精心策划的阴谋。他故意带走刘经理，就是为了让我这边签下的合同变成废纸。100万？这根本不是商业纠纷，这是张强精心策划的阴谋。他故意带走刘经理，就是为了让我这边签下的合同变成废纸。听着，你现在找个安全的地方躲好，千万不要激怒他们，告诉他们公司正在筹钱，稳住他们，保持手机畅通，等我消息，保护好自己。出事了，张强把人坑了，被扣了。老白说，吴总，王总这边谈妥了，但是出了紧急情况，张强带去的人被扣在废弃仓库，张强本人失踪，对方勒索100万。吴总，这不是简单的商业欺诈，张强这是在和骗子合伙敲诈公司，甚至可能涉及绑架，我们必须立刻报警。老板，我真的不知道啊，都怪我太心急，想为公司分忧，没想到那帮人是骗子，他们把我骗到厕所就跑了，我手机也没信号，绕了好久才跑出来报警。我对不起公司，更对不起跟着我的那2个同事啊。白经理，你回来了，刘经理他们怎么样了？我真是没脸见他们。张强，你这个畜生！刘经理，你怎么？我怎么了？我还要问你，你不是肚子疼吗？你不是去上厕所吗？我亲眼看见的。你跟那几个混混在仓库后面抽烟，我还看见你塞给他们一个信封，你跟他们说，只要把我们多扣1天，100万到手后就分他们一半。你他妈为了拖延时间，为了害白经理，竟然找人绑架我们！那帮人拿着钢管，不给钱就打断我的腿。如果不是警察及时赶到，我们今天就交代在那儿了。张强，你的心是黑的吗？张强，他说的是不是真的？老板，我错了，我承认，是我识人不明，是我太急于为公司分忧才上了当。可我发誓，我真的没有跟他们串通啊！我只是不想看到公司被那个王总趁火打劫。我一听他要涨价20%，我心都快碎了。我昏了头才想病急乱投医，想为公司省钱。你放屁！我亲耳听到的都是你听到什么了？你听到的是我跟他们虚与委蛇，我是在拖延时间。我这么做都是被他逼的，被白经理逼的。您难道忘了吗？他外号叫什么？叫白半亿呀！他当采购经理这么多年，公司1分钱都省不下。老板，现在他一回来，姓王的凭什么敢狮子大开口涨价20%？这多出来的钱进了谁的口袋？他在用尽最后的力气，发动最恶毒的反扑。他把绑架未遂硬生生扭转成利益输送的阴谋论。我去找便宜供应商，就是想戳穿他们的阴谋。我承认我被骗了，但我是为了公司好。可他呢，轻轻松松让公司多掏几百万，这背后没猫腻谁信？老板，这是血口喷人。够了！立刻对白经理在职期间的所有采购项目启动专项审查，我要查清楚到底有没有人中饱私囊。白经理，从现在起你被停职了，请到3号小会议室配合调查，随时等候传唤。听说了吗？白半亿终于被查了，老板这次动真格的了。平时装清高，暗地里指不定捞了多少呢，活该。身正不怕影子斜，
我经手的每一分钱都清清楚楚。我唯一担心的是老板那被猜忌蒙蔽的双眼，是否还能看清张强的真？白经理，您的水。这是张静姐离职交接时特意嘱咐我，如果您遇到麻烦，就交给您。这根本不是简单的交接资料，这是张静留下的一份极其详尽的调查报告。张强，你这个徇私舞弊的混蛋，居然把责任全推给了张静，让她背黑锅。这不再仅仅是为我自己洗刷冤屈，更是为无辜被牵连的张静讨还一个公道。喂，哪位？你好，请问是王会计吗？你打错了。等等，是张静让我找你的。你到底是谁？找我干什么？张静他人呢？我叫白凤，是公司的前采购经理。张静因为那家劳务公司的事，被张强逼着当了替罪羊，已经被开除了。他妈的，我就知道会是这样。那个张强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他跟我们老板早就串通好了。那家劳务公司账面上有120个派遣工，但实际上每个月真正来上班的只有不到100人。多出来的人呢？多出来的20多个人头就是他们套取资金的工具。他们伪造了幽灵员工的入职资料、身份证复印件，甚至还有假的考勤记录。每个月你们公司支付的薪水有20多份直接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因为每一笔账都是我做的，老板让我做假账，每一笔钱的去向我都一清二楚。我良心不安，想辞职，他们还威胁我。我走的时候偷偷复印了一些关键的转账凭证，就是怕东窗事发成了背锅侠。钱去了哪里？一个叫张伟的私人账户，我偷偷查过，这个张伟是张强老家一个远房堂弟，他们以为做的天衣无缝，但我都留着底。证据，这就是最直接、最致命的铁证。这已经不是职场斗争，而是刑事犯罪。王会计，这些证据对我很重要，对张静也很重要，你愿意提供给我吗？给，为什么不给？我早就受够了，我明天就想办法把复印件给你。谢谢你，王会计。其实劳务公司这点钱只是小头，开胃菜而已。真正的大头是那个给他买房的物料供应商，他们用的也是这个账户。我操！两条线都指向同一个账户，这就是铁证。这下张强死定了，我都能看到他被保安架出去的惨样了。老白，你手上的只是那个会计口头说的和一些他自己复印的转账凭证，对吗？没错，原件还在他老板手上。那就还不够，远远不够。怎么会不够？证据链都闭环了。在法律上或许够了，但在老板那里不够。别忘了，老板生性多疑，现在对张强信任到了极点。我们拿着一堆复印件去指控他最信任的功臣，他会认为这是老白为了报复做的局。到时候不仅扳不倒张强，我们3个都会被扣上结党营私的帽子，彻底打入深渊。那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算了？当然不能算，我们需要一个能把所有证据钉死的锤子，或者一个能让张强同盟内部瓦解的契机。谁？吴总，是我菲菲，白经理在里面吗？出事了！白经理，我刚才去茶水间，听到张强在安全通道里打电话，他好像非常惊慌，声音都在发抖。我听到他对电话那头的人大吼：“赶紧把账平了，东西都毁掉！”销毁证据，他察觉到了。完了，他要是把东西都毁了，复印件就真成了废纸，到时候死无对证，他反咬一口，我们全得完蛋。报警来不及了，向老板汇报更是自寻死路。老白，现在怎么办？难道真要攻克一溃？我们没有时间了，与其等他毁掉证据，不如主动出击。怎么出击？策反他最重要的棋子。我要去见那个给他买房的供应商刘老板。不行，这太冒险了。万一他跟张强通风报信，你这就是自投罗网。他不会的。吴总，你想想，房价大跌，房子成了负资产，他每个月倒贴还贷，早恨透了张强。
而且这次产品爆雷，面临天价索赔，他满心恐惧。张强是个过河拆桥的祖师爷，现在让他销毁证据，下一步就是让他背所有黑锅。刘总不傻，他知道自己成了弃子，他们的联盟已经脆弱不堪。我现在去找他，是去给他一个自救的机会。我赌他会抓住。好，就按你说的办，我立刻去查他的地址。老白，你记住，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张强马上就要完蛋了，你是想被他拖下水一起死，还是想抓住最后的机会自救？刘总，这不是威胁，是分析。你是个生意人，生意人最懂权衡利弊。张强是什么人，你比我清楚。他能为了上位踹走我，能为了甩锅开掉 HR。你觉得这艘船要沉的时候，他会拉你一把，还是踩着你的头顶往上爬？公司这次面临的是天价索赔，老板怒火攻心，必须有人承担责任。你猜张强会把谁推出去？他会告诉老板，是你提供了劣质材料，到时候法院的传票会封了你的场，你半辈子攒下的家业顷刻化为乌有。他不敢，他有什么不敢的？更何况我们二股东吴总已经准备启动法律程序，把你们的每一笔账查个底朝天。这个王八蛋，他昨天还打电话让我把账做平，把东西都处理掉。好，我反水，我可以把所有事情都揭发出来，但我有一个条件，我要当着你们老板的面亲口把所有事情说出来，而且事后公司必须免除我的绝大部分赔偿责任，否则我就算破产也要拉着你们一起死。可以，但我的底线是，所有你给张强的非法所得必须一分不少的退回公司，而且你必须把你手上所有关于张强的原始证据、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合同副本原封不动的交给我。白经理，都在这儿了。购房合同的复印件，每一个月的转账流水，还有他要钱的微信截图。张强这个畜生把我们当肥羊宰，我也绝对不能让他好过。刘总，你的选择很明智，准备好，按我说的计划行事。人我已经策反了，东西全都在这里。好，好啊！张强这个畜生真是胆大包天。小白，你这次干得太漂亮了。接下来打算怎么做？直接把这些铁证拍在老板脸上？不，那样太便宜他了。我让他自己主动走进我为他准备好的刑场，在他最得意、最自以为是的时候，给他致命一击。你想怎么做？我马上联系老板的秘书，就说为了展现诚意，解决外企的索赔问题，我已经成功邀请到了关键供应商来公司当面协商，提议立刻召开全体高管参加的最终会议。绝妙的捧杀，我这就去安排。哟，白经理，听说你把那个搞砸一切的小作坊老板请来了，这种垃圾供应商能谈出什么结果呀？白经理，你说有解决方案了，人呢？老板，这件事我确实有责任，是我当初太急于为公司降本，才被这些小厂蒙骗。但当务之急是解决问题。白经理虽然勇气可嘉，但那种小厂恐怕根本赔不起钱啊。张经理，先别急着下结论。老板，为了彻底搞清楚责任归属，避免我们再被蒙蔽，我们确实请来了当初的供应商，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事情说清楚。他怎么会来？他怎么敢来？各位领导，我今天来就是要当众揭发一个人，一个把公司当成自己提款机，把我们供应商当成肥羊宰的畜生，就是他，采购部经理张强。你胡说八道！我们公司产品出了问题，我们是受害者。你不好好想着怎么赔偿，跑来这里血口喷人，你是什么居心？赔偿我当然要赔，可这烂摊子到底是谁造成的？是你，张强，是你逼着我用最便宜的材料，是你跟我说只要能省钱，质量过得去就行。现在出了天大的事儿，你想把我一脚踹开，自己摘得干净净，没那么容易。大家看清楚了，这是去年年底张经理指导我购买的一套房产，在城南新区，120平，全款100多万。这上面根本没我的名字，跟我有什么关系？购房合同上没你的名字。但这里有你发给我的楼盘地址、户型图，还有你亲口发给我的语音。要不要我现场放语音给大家听听？这是伪造的，这是他找人 P 的图。老板，你千万别信他。 你千万别信他！ 老板，你千万别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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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伪造，伪造！这是我公司账户的转账记录，首付款和之后每个月的按揭贷款一笔一笔全打进了这个账户。收款人是周桂芳，户主名叫周桂芳。张经理，用不用我提醒你一下，这是不是你远在乡下的小姨的名字？不是。张强，那套房子，你他妈不是告诉我是你老丈人给你买的婚房吗？老板，我错了。老板，刘总这边的贿赂仅仅只是物料采购的一环，这里还有些别的东西，我想您非常有必要看看。这是 HR 前任张经理离职前留下的内部报告。那家劣质劳务公司，老板就是张强的远房表舅，他们通过虚报人头吃空饷，短短几个月就从公司套取超过30万的资金。前几天技术部经理被骗子非法拘禁的事儿，我们从警方拿到了初步口供。那伙流氓交代，是张强主动出20万好处费雇佣他们干的，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时间，阻挠白经理与王总的谈判。内外勾结，设局陷害，甚至不惜将同事置于死地。张强，这就是你作茧自缚的下场。老板，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是一时鬼迷心窍啊。老板，您看在我过去几个月真的为您省了那么多钱的份上，您就饶了我这一次吧，我把所有钱都退回来，求求您给我一条生路吧。老板，我错了，我不是人。当初怎么会信了这种无耻小人的鬼话，还去猜疑真正做事的白经理？叫保安把他给我请出去。另外，立刻通知律师过来，这件事必须有个彻底的了结。老板，根据目前掌握的铁证，我们有2个选择：第一，直接报警，张强涉嫌职务侵占和商业诈骗，必有牢狱之灾，但这会导致公司供应链丑闻曝光，对我们正在进行的融资谈判是毁灭性打击。第二种选择，内部处理，利用证据迫使他退还所有非法所得，并签署附加严苛条款的离职协议。缺点是，从法律上讲，这太便宜他了。如果不严惩，以后谁还会把公司的制度当回事儿？我恨不得弄死他。可是公司的声誉，马上要到账的融资，面子比什么都重要。就按第2个方案办吧。公司的声誉绝对不能毁在他一个人身上。72小时内退还房产首付及回扣共计173万，放弃所有劳动补偿，签署这份保密协议。敢对外透露半个字，你将面临天价违约金索赔。签字吧。好了，你可以滚了。放开我自己会走。放开，放开。一场折腾了几个月的丑陋闹剧，竟然就以这种妥协的方式收场。觉得老板这么处理太便宜那个畜生，心里憋屈。确实有点。放心，不用觉得憋屈，我已经安排好了，他这辈子别想在供应链圈子混下去。从今天起，采购部由你全权负责，生产、技术、销售等所有部门无条件配合。我的要求只有一个，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对欧洲大客户的供货。交给我，一定办成。王总，是我老白，情况我都跟您如实说了。之前张强搞乱的市场，那20%的加价是给老板面子看的。既然现在由我全权接手，能不能按我们原本的价格走？放心，王总，绝不会再有下一次。半个月了。大清洗终于结束，第一批绝对合格的产品终于在昨晚空运发往了欧洲。最艰难的时刻总算熬过去了。下周一最高庭里层视频会议，这帮老外还是要下死手。托马斯先生，请您再给我们一次解释的机会。喂，
完了，全完了！对方高层根本不接电话。那封邮件怎么说？还是那套冰冷的官样文章。他们说产品质量是底线，鉴于我们之前的严重违约，他们准备彻底终止合作。失去这占了40%销售额的欧洲大客户，我们所谓的重建不过是个笑话。距离视频会议只剩几个小时，我必须在毫无希望的局面里找到哪怕一丝一毫可以说服对方的理由。这可能是公司最后的生机。想好待会儿怎么跟欧洲人解释了吗？尽人事，听天命吧。对了，你听说了吗？关于张强的事儿。张强？我这几天满脑子都是怎么恢复生产，早把他忘了。他还能怎么样？退了赃款被开除，还能翻出什么浪花？他翻不出浪花了，这辈子都别想了。吴总这次是真把他往死里整了。吴总做了什么？吴总是咱们制造业协会的理事，你忘了吗？就在张强滚蛋的第2天，吴总亲自写了一份匿名内部案例通报，全行业通报。这份通报通过内部渠道精准发送到了全行业所有主流公司 HR 总监的手里，还有各大猎头公司的合伙人邮箱。现在整个高层圈和猎头圈都知道了这号人，谁敢用他，谁敢碰他，这履历算是彻底黑了。别说找工作，他以后在这个圈子里就跟过街老鼠没区别，社会性死亡，懂吗？报警最多让他坐几年牢，但吴总这一手规则之内的行业封杀，却是给了他最致命的一击。对于张强这种的人，这比杀了他还难受。上位者的手腕真是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姓白的，你该死！你毁了我，你毁了我的一切，我跟你没完！第一批合格的零件已经开始加急生产，整个供应链像大病初愈的病人，总算恢复了心跳。姓白的，我好好的副总没了，我的前途没了，我的钱也没了，你他妈凭什么还好端端的站在这里？你凭什么踩在老子的头上？毁了你的人不是我，是你的贪婪。贪婪，在这个世界上谁不贪？你敢说你没拿过1分钱好处？白半亿，全公司都知道，你装什么清高？我有没有拿过？财务审计报告写得一清二楚。而你，张强，你敢让财务把你和你亲戚的账户拉出来给大家看看吗？敢把你那个空壳劳务公司的流水公于众吗？你为了上位，昧着良心克扣员工工资，为了吃回扣，把公司的命脉交到草台班子手上，为了保住自己，毫不犹豫地把张静、老李推出去当替罪羊。你设局坑害同事，勾结流氓敲诈公司，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你自己的选择，路是你自己走绝的。到了悬崖边上，你有什么资格怪别人没拉住你？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你毁了我！我要杀了你！放开我！我要杀了他！看着他这副彻底崩溃的样子，我心里没有一丝快意，只有深切的悲哀。被欲望吞噬的怪物，终将自我毁灭。白经理，你没事吧？刚才楼下那个疯子真的是张强？我的天，他怎么变成这副鬼样子了？没事，一个输不起的可怜人罢了。可怜？我看他这才是报应的开始。我刚听人事部那边的最新消息，他老婆已经正式向法院起诉离婚了。这么快？不仅如此，他老婆动作可绝了，直接申请了财产保卷，带走了孩子，把他名下所有的存款、车子全都冻结了。因为那套开发商暴雷的房子，房产证上根本就没写他和孩子的名字，他现在真的一无所有。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取贵司的汇报，如果不能给出一个完美的交代，不仅合作立刻终止，我们将正式启动3000万的违约索赔程序。托马斯先生，我不会向您做任何空洞的承诺，我只向您展示，在过去的30天里，我们究竟做了什么。第一，关于引发故障的劣质物料，这是我们对受损产品批次做出的100%全链条追溯报告，每一颗螺丝的去向，我们都已经精确定位并实施了召回。第二，我们已经彻底清退了所有不合规的供应商，
这是我们重新制定的比贵司标准还要高出15%的供应商审核流程体系。任何企图通过灰色渠道进入我们供应链的零件，现在都会被立刻阻断。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工厂的生产线已经全面恢复，并完成了技术升级。这是过去48小时内最新一批次零件的极限抗压质检报告，合格率100%。我们犯了错，但我们有能力也有魄力，在废墟上重建最高标准的生产线。请您过目。白经理，你让我们看到了贵司解决问题的极高专业能力，以及面对错误的非凡勇气。说实话，我们内部已经启动了寻找备选供应商流程，但现在看来，或许没有那个必要了。我们不仅决定撤销索财，继续执行原有订单，我们甚至可以探讨一下，将明年另外2个新项目的供应链也交给你们来管理。期待你的表现，白先生。赢了，我们赢了！以上就是供应链部门这2个月的工作成果，生产全面恢复，客户投诉率降至历史最低，毛利率回升。汇报完毕。各位董事，请允许我占用一点时间。这次的危机给我们上了一堂惨痛的课，它暴露了我们在管理上的巨大短板。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灾难。因此，我正式提议公司进行组织架构调整，设立供应链副总裁一职，全面统管采购、物流、生产3大核心部门。继续，关于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白经理在危机中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我正式向董事会提名，由白经理出任公司首位供应链副总裁。吴总的提议，我原则上同意，但在宣布决定之前，有几句话我必须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清楚。这次公司差点破产的危机，根子不在张强，在我，是我被所谓的降本增效蒙蔽了双眼，错信了一个只会画大饼吃回扣的职场败类，却怀疑一个为公司勤勤恳恳坚守底线7年的老员工。是我只看到了账面上省下的那区几百万，却没看到这背后是拿公司的信誉，拿产品的质量，拿我们所有人的身家性命在做豪赌。当公司真的走到悬崖边上，面临天价索赔的时候，是谁站了出来？是白经理。是在被我误解、被同事非议，甚至被扣上白班役这种恶毒臭号的情况下，依旧把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白经理。他用他无可挑剔的专业能力，告诉了我们所有人什么是真正的采购；用他的担当，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忠诚。在所有人束手无策的时候，是他顶着滔天压力，冒着风险，硬生生为我们抢回了这条救命的供应链。老板的话像一记记重锤，敲碎了过去几个月里压在我心头的所有阴霾和委屈。所以我不仅同意吴总的提名，我还要在这里提议，除了正式任命白经理为供应链副总裁外，公司将额外授予他5%的期权奖励。我希望大家记住，这家公司绝不会亏待任何一个真正为他流血流汗的功臣。小白，以后公司的这条命脉就全部交给你了。您放心，定不辱使命。白副总，恭喜恭喜啊！搬进这间全公司视野最好的办公室，感觉如何？这次可是吴总力排众议推你上来的啊！别，你可别寒碜我了。位置越高，责任越重。又跟我装，升职就升职，以后供应链这块咱们技术还得指望你多多关照呢。对了，这3个月忙得脚不沾地，张强那边彻底没动静。别提了，那事儿闹得全行业皆知，谁还敢用他这种职场毒瘤？据说在本地根本混不下去，去外地打零工了。这么大年龄的人了，也是有点惨。也不算太惨吧，虽然退了赃款，老婆离了婚，但毕竟人家供应商之前不是还给他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吗？有套房在也够他遮风避雨。你还不知道吧？那套房才是最好笑的报应。怎么说？供应商给张强付了首付的那套高档楼盘，你猜现在怎么样了？不会是烂尾了吧？白副总高见！哈哈哈哈。报应不爽，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情。张强的倒下扫清了公司的毒瘤，这几个月的风暴恍如隔世，从被边缘化的弃子来站在这栋大楼的顶层。我知道，属于我的真正战斗才刚刚开始，而那些没有底线的蝇营狗奏，终将被时代的洪流彻底碾碎。